日本皇室的近亲婚配究竟有多离谱？为维持所谓的血统纯正，近亲结婚在日本皇室曾是历史常态，世人皆知其亲属关系混乱，却难以想象其混乱程度已然突破伦理底线。故事的源头要追溯至天武天皇，他堪称日本皇室伦理崩坏的典型代表。天武天皇是天智天皇的亲弟弟，却迎娶了哥哥的4位女儿，既是这4位侄女的亲叔叔，也是他们的丈夫。后来，天武天皇与其中一位侄女生下草壁皇子，草壁皇子成年后，又迎娶了天智天皇的另一位女儿阿倍皇女。对草壁皇子而言，阿倍皇女既是大伯的女儿，也是母亲的姐妹。这对夫妻后续生下元正天皇与文武天皇。文武天皇的婚配更为出格，他迎娶了外公藤原不比等的大女儿藤原公子，生下圣武天皇。圣武天皇之后又迎娶了藤原不比等的小女儿藤原光明子，父子2人相继娶了亲姐妹。光仁天皇即位后，册立称德天皇的妹妹井上内亲王为皇后，而井上内亲王姐妹2人，实则是光仁天皇的堂侄女辈，亲属关系错综复杂。这种婚配模式的根源是天武天皇的政治算计。公元7世纪，他为巩固权力，令史官编撰神话，将天皇塑造成天照大神直系后代，称其为人间之神。为避免神血被凡人稀释，皇室推行内部通婚。史官在古事记中更是将这种婚配合理化，称其为凡人难懂的高贵。但这份高贵代价惨重。仁德天皇与同父异母的妹妹八田皇女私通，正牌皇后盘姬怒将八田皇女发配相见，却被天皇偷偷借回。盘姬得知后返回娘家，郁郁而终。仁德天皇扶正八田皇女后，又惦记其妹妹，派亲弟弟受美，不料弟弟与小皇女私奔，最终被天皇派人追杀惨死，酿成兄弟相残的惨剧。若说仁德天皇家的事是一部狗血宫斗剧，那武烈天皇的所作所为便堪称恐怖片。他9岁登基，不久后便做出一件令全国哗然的事儿，册立亲生母亲春日大娘为皇后。面对舆论压力，他玩起文字游戏，将母亲的名字改为春日娘子，对外宣称以春日娘子为后，与春日大娘无关。成年后的武烈天皇心里极度扭曲，终日以折磨他人为乐。他会拔掉农民的指甲，逼迫他们徒手挖地，将活人扔进河里，再用鱼叉刺杀，甚至为满足好奇心，剖开孕妇的肚子，查看胎儿性别。或许是恶有恶报，他18岁便暴毙而亡，并未留下后代。武烈天皇的变态性格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日本皇室近亲结婚，毫无伦理章法的扭曲环境。皇室一代又一代闭门内部通婚，成员出现心理问题并不意外，而近亲结婚的危害人尽皆知。日本皇室中几乎难寻身心健康之人，例如第63代冷泉天皇，史书记载其患有精神障碍，整日对着动物、镜子甚至空气自言自语。上朝时，大臣汇报国家大事，他却在朝堂上呼呼大睡，半夜又突然做起引吭高歌，令人心惊胆战。还有大正天皇，9岁时患上脑膜炎，成年后出现语言障碍，时常情绪失控，产生幻觉。在帝国议会开幕式上，他当众将诏书卷成望远镜形状偷看外宾，还不停胡言乱语，沦为全国的笑柄。明治天皇也曾先后迎娶亲姑姑与表妹，2人共育有15个孩子，其中11个夭折，存活的几个也身患基因疾病。纵观日本天皇的历史，其成员若非智力障碍，便有生理缺陷。面对皇室后代接连早逝、体弱多病的状况，并非无人察觉异常。早在第59代宇多天皇时期，他便发现自己的后代要么早夭，要么体弱，众多子女中甚至难以选出一个实属之人。他深知如此下去，家族将走向衰败，于是召集大臣开会，严肃探讨后代异常的原因。然而，大臣们商议许久后得出的结论却是：陛下多虑了，我朝皇室乃天生后代，血脉本就与凡人不同，一夭折，长生怪病恰恰证明了血脉的高贵与独特，这正是神性的体现。宇多天皇虽心存疑虑，却也勉强接受了这一结论。自此，内部通婚制度便彻底无法更改。有人或许会疑惑，日本皇室如此死千年，为何至今仍未绝种？其实全靠2招。第一招是多生子女，以数量对抗高夭折率。第2招则与日本古代的仿契婚习俗有关。所谓仿契婚，简单来说，便是男女两情相悦后，男方夜间前往女方闺房发生亲密关系，天亮后便离开。这一习俗后来被引入日本皇室，导致皇族女性夜间需留在家中接待访客，皇族男性则可夜间四处串门。有时一位皇族女性的房间一晚上会迎来多位男性，以至于怀孕后竟不知孩子的生父是谁。这种局面虽看似更加混乱，但从生物学角度而言，
却意外为天皇家族近乎坏死的基因池注入了一线生机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天武天皇当初强调神血论本是为加强统治，可在他之后的千余年间，天皇大多时候只是傀儡摆设，真正的权力集中在幕府将军、外戚权臣手中。那些掌权的权臣们未能名正言顺地控制朝廷，想出了将女儿嫁给天皇的办法。如此一来，他们便成为天皇的岳父，干涉朝政也更加方便。这一操作虽本质上出于政治目的，却客观上为天皇家族定期注入了外部基因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天皇子嗣的成活率，可谓歪打正着，变相为皇室延续了血脉。明治维新后，天皇通过一系列手段夺回并巩固了实权，可惜仅传2代，权力便再次被内阁与议会掌控。如今的天皇彻底沦为国家的吉祥物，不再拥有任何实权，